那么咱们开始咱们今天的课程。那么今天呢，咱们是继续上一节课咱们所画到的路易菲的这张墨谷啊，墨谷的或者是称为小写意的花鸟画也好，都可以。那么上一节课啊，咱们画了把这个小鸟啊、小麻雀啊，以及这个海棠花画了，基本上啊，下面这一部分基本上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啊，完成差不多了。那么隔了7天了啊，咱们很多同学呢也忘记了这个颜色如何调了，对吧？咱们今天重新再来啊，从头开始，咱们再来调一下。那么说到这个叶子啊，首先呢，咱们调一下叶子的颜色啊，叶子颜色比较多。那么花的颜色，咱们第一节课画了这个牡丹花，对吧？那么大家还记得吧？这个牡丹呢，牡丹的这个花。这种撞粉，那么用到的是什么颜色？用到了有曙红，对不对？曙红、太白啊，或者是一点点朱砂。那么咱们画的这个海棠花啊，这个粉色的海棠花，同样啊也是曙红、朱砂啊，然后呢撞太白，明白吧？好，那么说到这个叶子啊，那么这个叶子呢，这个路易菲先生画的这个叶子呢，有3种啊，大致有3种。不同的绿啊，3种不同的绿啊，谢谢峨眉乔尼，有3种不同的绿，对不对？一个是比较深的，那么比较深的呢，它是偏花青啊，偏花青。那么咱们用到的颜料啊，不是传统的国画颜料，用到的是这个吉祥颜料啊，老师用的是吉祥颜料。那么这个里边的花青和咱们的传统花青不一样啊，传统的这种普通的。咱们画写意画用到的这个颜料呢，它沉淀比较多，所以啊，老师没有用，老师并没有用啊，并没有用。你看看，这是上一节课的这个调制的啊，那么这个颜色呢，已经是一种脱胶的状态，已经是一种脱胶的状态啊，和咱们的这个泼彩作品差不多的感觉，看到没有？都是颗粒状，对吧？都是颗粒。那么这种花青。它的颗粒啊会比较大一些啊，它的颗粒会比较大一些，这是挤的这种管状的花青，颗粒会比较大。那么我们看一看啊，其他的，那么这个绿啊，中间这一层我们看到啊，这个绿看到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我用到的吉祥颜料的这个绿，你看到没有？它还不是这种脱胶状态啊，它不是脱胶的状态。那么脱胶的状态是能够看到颗粒的，那么是脱胶的。但没有脱胶的状态，摸一摸，还有点粘手啊，摸一摸还有点粘手。那么这个呢，已经完全就是干了啊，干了脱胶了。所以这是2种颜料的一个区别啊，2种颜料的一个区别，大家首先要搞清楚啊。老师为什么要用这个颜料啊？不是故意的哈，是因为咱们画墨谷。那么墨谷需要呈现的是一种类似于工笔这样的比较细腻的这种颜色的质感啊，它是熟宣纸上面，那么它对你的如果颜料有颗粒感，它会完全反映在表面啊，不会像生宣一样它是吸收进去了，对吧？所以咱们必须要用到这个颜料会好一些，你画起来呀也会得心应手一些。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调制啊。那么较深的这个绿啊，它是偏花青多一点。那么我们所说到的花青，吉祥里边的这个花青啊，它其实是这个颜色啊。那么吉祥还有这种，比如说我之前用的是这种啊圆的，这种像波一样的这种啊，像碟子这样的。那么这个颜色，我们看看叫什么蓝。叫美蓝，对，这个颜色啊其实是叫美蓝啊，它不叫花青，叫美蓝啊。用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只是大小不一样，我就用这个。这是美蓝，看到没有？那么它的颜色呢，比花青要稍稍亮一些啊。花青的颜色比较暗，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偏一种天蓝色，偏一种天蓝色。老师没有写意画，有咱们的课程啊，有写意花鸟啊、墨谷花鸟啊，还有一些动物画啊、写意动物画，包含在一起的啊，放心，都有啊。你能学到的我这儿也有，你学不到的这儿也有，好吧？买了课的同学啊，抓紧时间看课啊，看课提交作业，咱们
老师尽快的给你点评的话，咱们进步也能大一些，对吧？趁着现在人不是很多，你现在提交的作业啊，我是应点尽点啊，应点尽点啊，能点尽点，都给你点啊。无论你交的，有的同学交的不是我这课上的作业啊，平时自己画的，老师也会给你点的啊。这就是啊，初期早啊，越早其实越好。很多同学犹犹豫豫啊，每次犹犹豫豫，对吧？比如包括以前你们报的那个什么技法课这些等等都是，对吧？一开始都比较犹豫。其实第一期的质量是最高的，对吧？第一期老师教的质量也最高，然后呢，各个层面的重视程度也是最高的，所以不要觉得会当了小白鼠，对吧？链接我没有放链接啊，我并没有放链接。我并不是推这个颜料啊，我不是为了卖这个颜料，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要用这个颜料啊。因为我发现我这个什么口碑啊，我这个店铺口碑怎么老提示我这个分数下降了，我也不敢带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些，我不是为了卖这个颜料啊，大家不要误会。好，那么这是比较深的一种绿啊，那么它其实啊都是在绿色系里边，对不对？它偏蓝啊，青出于蓝，青呢它也是和蓝是差不多的，对吧？那么蓝与绿中间啊，蓝是青和绿中间的一个过渡色，对吧？一个衔接的一个颜色。那么比如说像这样的，觉得太蓝了，那么它有几片叶子，大家看一下小图，这几片叶子它颜色比较蓝一些，甚至还会加一点点的墨汁进去啊，甚至会加一点淡墨进去，那么它的颜色会更加沉稳一些，更加偏向于中国画的颜料啊。探索什么？对，颜料很重要啊，工具这个东西啊还是比较重要的，大家不要太那个什么了，太草率啊，不要有时候太草率。那太青蓝这个完全又是这个颜色又不一样了啊，那你要自己慢慢的调成这个颜色，那是看你自己会不会调色了。那么这个绿，你比如说它这样的颜色啊，这个叫古代绿青啊，叫这么个颜色。那么这个绿呢，它这个颜色就这个叶啊，它其实就是偏向于这种颜色了，偏向于这个就是这个颜色。那么偏向于这样的叶子，比较正的一些叶子啊，像是正值青壮年的这种叶子啊。那么偏三绿一些的叶子呢，是比较年轻的，刚长出来的叶子，对吧？比较新的叶子。那么偏花青的叶子啊，是已经比较老了，这个叶子呀已经长出来第一批新发的叶子，对不对？所以通过颜色你是可以来判定的啊，可以来判定。好，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往这边画啊，我们回到上边吧，我们先来到上边啊，上边这一角，我们来到上面这一角。那么上面这一角上啊，我们看一看，那么这一角上的几片叶子是没有特别深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绿的基础之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绿的基础之上啊，这个蓝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加什么？加黄呀，对不对？如果它是没有那么的绿，我们就加黄嘛。往里边，你比如添一些什么呢？可以添加一些藤黄。看到没有？添加一些藤黄，它是这个绿，它就变绿了。你现在发现这一半啊，这半边这是绿，这是蓝，对不对？绿，这是蓝，很明显的不一样，发现吧？所以学画画啊，调色非常的重要。很多同学比较忽视这些比较忽视这个。那么我又加了一些这个更浅一些的绿，那么这一块的绿的感觉它就会更明显，对吧？明显就是同在一个碟子里，明显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调色非常重要。那么我加点黄呢？
哎，又不一样了啊，它更新一些了啊。那么这个颜色就是我要的啊，这个颜色是我要的，加黄的这个颜色啊，要学会调色，明白吧？哎，这个颜料小黄车没有啊，没有，老师没有带这些东西啊，除了带了自己的课之外，没有带这些东西，我怕带不好。好，那么好用笔，那么在用笔上面啊，有同学说了，那么有没有我把这个灯调一下，不然反光。哎呦，还是有些反光啊，我稍稍往上打一打。直射的话，这个会反光，哎，这样掰起来一点好一点。好，那么这个用笔，我们可以用写意的手法啊，一笔点下去，轻轻的往回一带，收笔，看到没有？那么这是一片叶子的点法啊，一片叶子的点法。画墨谷就是这一点比较讨厌啊，在这个吉祥啊，吉祥，大家可以自己找一找，你可以自己找一下啊，可以自己找一下。哎，怎么弄？我把这个还是拿这边来吧，不然的话这个看不清楚啊，对焦。好，颜色我漏一点出来，好吧？我说了啊，我用的这个卡纸啊，是人家也不太，人家也不乐意卖啊。不是我不带，是人家不愿意让我带，人家不在上面带。好，我们再来看这片叶子，哎，这片叶子长得比较有意思啊。这个动态，注意用笔啊，像写一个点儿一样，看到没有？一开始啊，它是像写一个小点一样啊，像写一个小点一样。是这样的，翻过来，对吧？然后呢，这个形状啊，你可以根据这个形状啊进行一些修补，比如再补一笔、补两笔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啊，有一些这种写意用笔在里边，咱们画起来呀会比较快一些啊，不是简单的这种平涂啊，去完全是涂出它的这么一个形来啊。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叶子，那么在我们这个画写意的话，比如一片叶子啊，它有形状的话，可是一笔再补一笔，哎，它就是出来一个形状，对吧？那么可以把你之前学到的啊这些用笔的方法呀，通通都能在上面展现一下啊，展现出来。三顾茅庐啊，哎，没必要啊，人家不愿意，肯定有人家不愿意的这个理由嘛。好，这边有一组啊，看到没有？这边有一组啊，对，蘑菇是用的蜀宣啊，蘑菇用的蜀宣。这个大家找一找啊，都能从网上找到这些，这个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对不对？基本上都大差不差，只是价格的区别而已啊。不像早期啊，早期这个颜色啊刚来的时候呢，那真是价格呢各种各样的啊都会差特别的多啊，差了很多很多，特别夸张。现在不一样了，这个已经10来年了，这个颜色
已经普及呀，10来年了。以前买我也是啊，买的贵过，也上过当。现在大家应该是随便买都能买到啊。好了，那么上面啊，这有一组叶子，对吧？有一组叶子，然后呢，它会有一组花呀，是这么从挑上来的，沿着这个枝子，哎，这么往回勾，形成一个回环，啊。好，等回头我研究研究，好吧？我研究研究啊，看看，我找找我以前买的记录吧。对，如果其他老师也带的话，你也可以，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去他们那儿买也行啊。来个白啊，那么现在我们调花的颜色，刚才说了，花是一种撞粉，对不对？用到了撞粉的技法啊，用到了撞粉的技法。所谓撞粉呢，其实就是用这个颜色去撞这个粉色，或者是把粉色撞入到颜色里边去啊，所以我们称之为撞粉。你可以用一点，这个太白，你也可以挤一点这种太白也是可以的，但是你用那种太白也行啊。这种太白呢，我成盒的好像已经用完了，我就用这个吧，但这里边有点脏啊。带货，下一步，我这还没捋明白啊，然后呢又生病了，所以匆匆忙忙的都感觉啊，刚找着一点感觉，又休息7天。花呢就用曙红啊，用曙红。那么咱们这个里边，它其实是没有曙红这个颜色啊，你可以找2种颜色啊，调和到一块儿，调出一个类似的颜色即可啊。比如这个，哎，这个颜色啊，类似于什么？类似于朱砂或者大红的这么一个颜色，然后加一点这种类似于胭脂的颜色啊，这个。那调和到一块儿，它就形成一个曙红的颜色，这个其实就是曙红的颜色了啊。所以这个颜色对颜色要敏感，你要用的多，你才了解啊。你比如说，你如果平时对于这个曙红用的不多，对不对？对中国画的曙红颜色呢，你了解的少，然后用一个另外的陌生的颜色去调出啊，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中国画的曙红，你可能很难调出来，因为你不知道准不准呢。但是你如果用多了，你一调大概就能够调准。这种感觉就差不多啊，就是曙红了。再来一点啊，这个就是曙红的感觉啊。那么这个吉祥颜料比较有意思的有一点是什么？你看着啊。比较有意思，它颜色不大兼容啊，它不大兼容。你比如说这个颜色，这碟子里边，这个蓝和绿还没有融到一块儿去，你看到没有？它不大兼容，发现没有？你看，是不是？所以不大兼容啊，它不大能完全调和到一起，比较有意思。特别是我有一次我当时试验嘛，我用这个颜色调好的去画写意画，在宣纸上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干了之后，啊，比如说要调一个花青，调一个藤黄，对吧？再画成一个绿，调一个绿色，它其实兼容不了。你当时调出来了，但是反映到上面的是中间是一圈蓝的。
啊，外圈有一圈黄的，干了之后比较好玩啊。哎，休息吧，梅乔尼啊，不舒服就先休息，先把身体给养好了。好，再来调太白啊，太白。你看这支毛笔啊，其实并不大好啊。这里边是什么毛？所以啊，带货你想带这些东西啊，自己没用啊，根本不敢带。水太深，这还是比较信任的啊，比较信任的牌子。之前你们也用过这些笔。好，我们再来画这个花了啊。那么这是一朵垂下来的花，也不能完全垂下来，看到没有？半垂的。哎，它有一种垂落感。那么从这上去，就像那个莲蓬头一样啊，这样弯过来。好，那么上面背面这个花瓣呢，颜色要重一些啊，颜色要重一些。下面的花瓣啊，颜色它是正面的啊，颜色呢可以浅一些。那么我们可以选择，首先呢用这个白色铺底，然后撞入我们调好的曙红，对吧？然后啊撞入我们调好的曙红。你要有选择的啊，有选择性的，有些地方要重一些，因为它是一个背面的花瓣，所以这个海棠花背面的呀会比较红一些，正面的比较白一些。看到没有？哎呦，今天怎么感觉镜头不太清晰呢？然后啊，撞色的时候啊，撞色的时候注意什么呢？哎，不要把这整个花瓣一圈全部撞红了啊！不要全部撞红了，明白不？我们要局部的撞一些红色进去就可以了，局部的撞一些红色就可以。哎，局部的撞啊，不要盲目的说，不要盲目的啊，整体那么去撞它。有的同学之前画那个我说画这个什么牡丹的时候，对吧？把那个花瓣一圈一圈勾的特别的死板，不要。你看，你比如说我这儿有，那么中间我就留一段，然后呢再稍稍点一些啊，白不够，继续，再来撞入这个白色啊。对吧？不明显，再撞一下，它不就明显了吗？对不对？再撞一撞，它就明显了啊。那么这个白色调成一种这种纯牛奶的这种感觉啊，这种状态就可以了。也不要太白了啊，不需要特别的白啊。好了，那么这是一朵啊垂下来的这个海棠花。
那么旁边呢，这个海棠啊，这种垂丝海棠啊，有很多的这种小花骨朵。那么小花骨朵啊，咱们可以上一节课讲到了这个画法，对吧？那么撞色刚才也说到了啊，可以是颜色撞白，也可以是白撞颜色啊。那么像这样的啊，花苞呢，它比较偏红一些，所以呢，我选择用白来撞颜色，反过来。你看反过来了啊，你看，对不对？这样去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哎呀，我今天把这个又调成自动对焦了，好像湿的时候还好，怎么现在又有一点时虚时，有时候虚，有时候模糊啊。离远一点好像好一些。你也可以选择用像刚才一样啊，先用这个白色，然后呢撞入红色也可以。你用的蜀宣跑的厉害，那就说明这个蜀宣漏繁了啊！这位同学啊，金蝉同学啊，这个蜀宣漏繁了，可能放置太久了，所以蜀宣千万不要一下买太多。有的同学一下买很多，别买多了，买多时间放久了它就漏繁啊，那就白买了，就坏了啊。自己如果会刷这个胶反水呢，最后还得自己刷一刷。如果不会刷呀，那就白买了啊。知道吧？所以有的同学囤纸喜欢囤货啊，囤的很多啊。像这种蜀宣呢，就没有必要囤太多。好，我们把这一块的这个小花骨朵呀，哎，都给它画好啊，都给它画完。需要加的全加上啊，全加上。比如这边啊，上面也有。这边呢，你可以加一朵花啊，加一朵花。这个跟你放在柜子里不放在柜子里，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大啊。这个它是这样的，蜀宣纸，蜀宣纸是这样的啊。它只能说是2年，它只能说是延缓你比如包装的比较好，它只能说是延缓了这种漏繁的速度而已，但是它还是会漏繁啊，因为它是有时效的啊，有时效的。你装在柜子里可以防虫，那你防止不了它漏繁啊，蜀宣。哎，再画一朵呢，画一朵花啊，正好挡在这一块，盛开的，盛开的。那么画的时候，像这种花呀，像这种海棠啊，包括梅花呀、桃花呀，啊，咱们画的时候啊，它是有一个大概的形状，你要掌握啊，掌握它的一个基本的形状特征之后，自己可以自由的发挥啊，因为它并不复杂呀。如果像是牡丹啊，像这样的，那
让你自由发挥，可能是有点困难，对吧？它的花瓣的翻转转折，哎，不同的这种姿态，它的不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自由发挥的话，不大能够表现得出来。但是像这样的花，因为它都差不多啊，每千朵万朵都长得差不多。稍稍添加一下。买了100米长卷书轩呐，抓紧时间画吧，赶紧拿出来吧。100米长的买那么多长卷的书轩干什么呀？好，那么下面啊，这个该画的花呢，我们都差不多了。下面呢，把叶子加一加，叶子补一补，加一加，搅和，使劲给它搅和到一起去。好，里边中间的这几片叶子颜色，哎，要让它深一些。为什么要衬一衬这个花啊？要衬一衬这个花，同时要与这几片叶子做一点点区分，对吧？那么我们往里边呢加一点这个我们讲的花青啊，吉祥颜料里边叫美蓝啊。如果用吉祥颜料的同学，你就调一点美蓝进去。因为这幅画才开封啊，赶紧画啊！你那个尺寸，回头100米，把我这个课上完，差不多，看看能不能画完啊。还可以加一点点淡墨进去啊，调一点淡墨进去。你可以啊，比如说长卷的话，你可以怎么画吧？你画一段啊，然后留一段的距离，哎，画一段留一段的距离，中间那个空的地方啊，你可以起字啊，写点小楷，但是那也挺费劲。你看古代他们画的那些长卷呢，无论是写意的还是工笔的，特别是写意的啊，就会提很多，中间隔一段啊，隔一段提一提，隔一段提一提。加一点点淡墨进去，把颜色加重一点点啊，加重一点点，你看，加一点点淡墨啊，加一点点淡墨。好，衬托一下啊，先衬一衬。注意啊，这种海棠叶子啊，它这么长出来啊，它这个形状，首先是一根啊叶柄，这个柄啊比较长一些，对不对？那么然后叶子呢是长在这个柄上面啊，长在这个柄上面。特别是像这样啊，要露出来。那么向下垂的这个柄呢，可以短一些，因为它挡住了嘛。它这么垂下来，它是有一个弧度啊，像瀑布一样，对吧？有个弧度，这么上面这一段呢，你可能看不见。那么向上去，那么这个柄啊，它就得展现出来啊，让它修长一点点，这个叶子显得。然后呢，上面哎才长叶子，对吧？小心一点啊，因为没有干，不要碰到了。如果害怕碰到，你可以稍稍等它干了之后再来画。那么我是因为时间关系啊，所以呢就得先画了。那么一片，对吧？从这边出来，哎，再来一片，
再来一片啊。像这样的地方要小心的处理啊，咱们只能描了，只能像这样的描一描，你不能是像写意似的啊，一笔想给它画出来，不可能。好了，哎，往这边还能上去啊，还能上去。出去一片，哎，出去一片。那么就把这一块的这几朵花呀、小花苞啊，全部呢照顾到了这个叶子，看到没有？全给照顾到位了。全在它们的，在这叶子的衬托之下啊，往上。这个枝子回头再往上加一加，上去之后再出2片叶子，要上去啊。那么上面的2片叶子，我们加一点这个土黄，加一点土黄啊，把土黄露出来。加一点这个土黄啊。偏黄一些啊，偏嫩一些。调好了，一片，然后呢还能这样上去一片啊，往这上去一片。哎，用笔呢，现在可以大胆一些了，没有什么遮挡。注意姿态啊，画这个花鸟画，有时候这种姿态啊，要娇柔造作一点，对不对？有时候要娇柔造作一点啊，显得矫情一点。那么画出来这个花呀，它就好看啊。有时候呢，又根据每幅作品的不同的感觉吧。好，下面那么这个小鸟啊，下面出来一只，对吧？出来一只，哎，出来一只，我们再把叶子加上。那么嫩叶子啊，嫩叶子呢，它就是偏绿一些啊，就是咱们刚才的这个绿色啊，刚才画的这2片绿色，偏黄一些的绿。4翅云母。哎，注意用笔。你看，像这种翻过来一个点写，然后再折回去，哎，它就有这种飘过来的这个姿态，对吧？像这样的啊，还有人看到这一笔怎么用呢？看啊。摁下去，哎，首先笔尖摁下去，像是一点，对吧？一点啊，一点，然后再加一笔它的叶柄，再加个小尖儿，又是一个姿态，对吧？然后这一块还有特别小的啊。小卷叶子还没有舒展开，没有完全的展开，
这种没有完全展开的啊。再来，哎，最后一片比较飘逸啊，长得比较大的这个叶子了，稍稍来说比较大一些的，你可以从下往上画，也可以从上往下画。我就穿着树干而过，因为有什么呢？树干呢，最后我们还要给它加重啊，给它加重一些。它是这样一种感觉，对吧？好，加一点赭石加墨，用一点赭墨。那么画这种枝干啊，如果是说要写的话啊，要想把它写出来呀，那你就得是可以选择用狼毫笔啊，用狼毫笔也可以啊。送画吗？不送啊。调一个赭墨啊，调一个赭墨。它是沿着这一块啊这么上来，它是和这个枝子呀是接一块的，对吧？接一块的。然后这边呢，它还出了一片重的叶子啊，比较深一些的叶子。这个绿里边啊，也可以加一点墨，加一点花青，比较有意思啊，比较好看。也是一笔，看到没有？哎，也是一笔啊，完成。怎么样？大家能跟上吗？送画你得给我个理由啊，不能无缘无故的送啊，对不对？得有个正当理由吧。好了，那么下面呢，把这边啊这一块呢有一团这个花啊，花还有叶，我们继续啊把它给画出来。20道课程啊，你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你要买20套课程让我送画，我也是不大好拒绝你啊。好，这边的花啊，那么你看这个白色啊，这个太白管状的太白呢，它沉淀很快就出来了。刚刚放置了一会儿啊，有这种脱胶的感觉。猫头鹰还没好呢。好，这一块啊，看看这个海棠花是怎么垂落的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啊，绿肥红瘦，你就知道这个花应该是什么样。注意画的时候用笔，你看老师用笔不会特别的什么
就是一个圆，就是画的特别的满，你看到没有？这些水线啊，这些空白呀，就说这些空白留的时候随意一些啊，随意一点。包括要注意啊，边缘的这些形状，这些起伏形状，大小怎么安排，要注意。啊，很自然，对吧？很自然，像一朵花，不刻意。这边同样还有什么小的花骨朵啊，小的花骨朵。再来，好，背面的啊，背面的这个呢，可以点一点。稍微重一些啊，你就可以点一点。那么正面的这些适量的点啊，适量的点，看到没有？轻轻的点进去即可了啊，点进去就可以。那么小花骨朵呢，就多点一点嘛，多点一点嘛。点完之后再来调整啊。有一种海棠呢，它是这个红啊和白呀是一半一半的啊。拍不了20套课程啊，你还真去拍呀？限购是不是？挺逗啊，猫头鹰。那么这个就比较白一些啊，这个比较白一些。那么这你看这个白用的管状的这个白掉粉，看到没有？感觉干了之后呢变浅了，颜色浅了。湿的时候你看看挺锃亮锃亮的啊，干了之后有点掉粉的感觉，它有一点脱胶的感觉啊，这种颜色管状的。所以管状的画这种墨骨画啊，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好用。好啊，来继续啊，继续。那么这边会有叶子，那么这边呢是比较主要的啊，画面当中主要的一部分的这个花。所以啊，它无论是这个叶子呢，还是花呢，都比较多，比较茂密啊。叶子的个头呢也比较大，姿态也比较多一些啊，组织非常的丰富啊。所以画的时候注意啊，一笔，你先可以一笔画出一个主要的这种感觉来，然后呢再来往回，比如往回，要圆中见方啊，转的时候圆中见方，有棱有角，有起有伏，有这种感觉，看到没有？呀，碰到这个花了，颜色跑过来。那么再往这边，啊，这边是从这只从这么出来啊，这么过来，
然后根据这个形状再来调整调整形状。那么上面的叶子呢偏黄一些，或者偏3绿一点啊。可以调一点3绿的，也可以呢加一点黄嘛，调点3绿，或者是调一点黄，比较浅一些的这个绿色。就我们说到了3种类似于3种不同的绿，那么这个颜色就可以了，比较嫩一些比较嫩一些。像这种侧面有一点类似于桃叶这种桃叶卷曲的时候这种感觉，看到没有？是不是？就注意这个分组怎么组织怎么组织，看到吗？那么这几片叶子如何组织，大家注意一下。你要看它的一个造型看一个造型。那么再往这边这边同样呢，它是有一点也是一个背面哎呦，今天这个操作失误了，不应该调成这个自动对焦它老又对我手了我的手不能露的太多露的太多它就盯着我的手。那么这个叶子有一点这个反叶的感觉，对吧？然后中间呢，上面呢比尖上是一个什么正叶，尖上是个正叶，是一个重色的。尖上是一个重色，它就是这样的对用颜色直接画这是墨骨画这是墨骨画，所以是用颜色直接画。然后给它接上，接起来，它是和它接一块的接在一块。那么有些地方叶子这种嫩叶之前画牡丹还记得吧？好多嫩叶子呢是偏红的，对不对？特别是底下这一块偏红。稍微多了一点蘸一蘸，拿个纸巾蘸一下，深了一点，稍稍蘸一下。好，等干了之后我们来把这个花托把花托给画上。你看看，说好了，一个半小时，我觉得差不多了1个半小时肯定能画完今天。这边还有一个花骨朵，把花骨朵也点上吧。这里还有一个花骨朵白色不要太浓。
好，也8点了啊，咱们休息1分钟，大家呢帮老师点点赞。你看老师还记得这个程序啊，现在对这个整点时间特别敏感。等会儿呢，我们再把这片叶子给添加上来啊。谢谢大家，喝口水。新来的同学啊，可以给老师点点关注，点击老师的头像，点点关注啊，给老师点一个粉丝牌，加入到咱们的粉丝群当中。每次上课之前，老师会把咱们的这个课程的资料啊，画画的要学的内容发给大家，以及尺寸、工具等等，会提醒大家准时上课，不会漏课。那么想要啊看老师课程回放的同学呢，可以点击老师的小黄车。小黄车有一个这个课程啊，点击老师的小黄车。你先啊，紫嫣同学点击老师的头像啊，点击老师的头像加关注，然后呢，我的首页啊会有这个粉丝群，可以进入到粉丝群里边。对，购买咱们课程的同学呢，可以用学浪 APP 观看课程，也可以用咱们的抖音观看课程。那么咱们这套课程啊，有120节课啊，120节课。那么目前呢，才上了不到10节啊，不到10节。那么课程包含啊，大致包含有50节墨骨课，类似于这样的墨骨课，还有50节小写意课，还有20节啊，这个动物的课程，写意动物的课程。所以想要看到啊，看高清回放啊，永久的高清回放的同学啊，可以点击老师的小黄车，第一条链接点击购买即可呢获得高清回放。同时呢，老师也会在学习群里边给大家做1对1的作业点评，每一张作业啊，老师都会进行语音点评。交作业啊，在那个粉丝群当中有一个交作业。进入学浪 APP 之后啊，你比如点击学习，学习呢有个班级群，对吧？班级群里边，进入到你的班级群里边，然后呢这边有一个作品，下面有个发作品，看到没有？下方啊有个发作品，点击这个发作品，然后呢就可以选择你画好的作业发上去。发上去之后啊，老师会给大家呢做一些作业点评啊。那么因为前几天休息了啊，身体不适休息了呢，所以积攒了一些作业没有点评。那么明天呢，老师会抽时间把大家的作业啊给清理一下啊，给点评。那么没有交作业的同学，尽快啊也可以尽快提交作业，无论画了好与坏啊都交一交。你也可以呢，只对老师展示作业也行啊，这样我点评，别人也看不到，也可以，也可以啊，加几节大写意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加几节课倒是无关紧要的事啊，只要大家想学，加大写意也可以啊。包含现在的这个直播啊，包括现在这个直播，咱们一晚上的直播，比如2到3个小时啊，就是1节课，所以120节课。有多少个小时？有360多个小时吧？不对，不一定有360个小时，起码是240个小时以上。慢慢来啊，慢慢的学习，好吧？大写意必须有啊。咱们一步一步的学啊。谢谢峨眉俏妮。有新进的同学啊，可以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2个粉丝牌。还没有看过老师画大写意吗？那回头必须得展示一下啊，来吧。这边啊有一片叶子，我们把它加上来。
好像大写意课当时带了一期啊，画了有什么吴昌硕的紫藤啊。大写意这个概念呢，其实它是怎么去这个概念，我觉得定义特别模糊啊，特别的模糊。包括咱们之前课里边说的这些大写意啊，有些我承认，有些我都觉得，其实我不大承认，但是没有办法啊。有些可以学，有些不能学啊。就像齐白石说的一样，学我者生，向我者死，对吧？你可以学习我，不能画的跟我一样。这话说的很绝。好啊，我们再把这个花托呢，给它点一点啊，给它点一点。那么这个啊，海棠花的这些花托呀，这些地方都是比较深的颜色，我们用个胭脂色啊，胭脂或者是胭脂调一下你刚才画花的这个颜色，重一点啊。总之要重一些，重一些就好一点啊。找一只小狼毫啊，小狼毫，找一只小狼毫啊。哎，这支笔我倒是推荐给大家买，但是我不知道链接啊，我回头问一下。我买了好几支，然后我们那会儿高阶的老师画都买了，我觉得比较好用，然后大家也跟着都一起买了，一起订了好多，每人都买了5、6支好像。有一点小贵啊，有点小贵，但确实挺好用。胭脂啊，胭脂。这个里边还可以加一点淡墨进去啊，光是胭脂的话颜色也不大够，加一点淡墨进来。好了，开始啊，把这边先收拾出来，画画呀，重在收拾啊，重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收拾阶段，特别是画什么画？画写意画，特别是画写意画，这个收拾非常重要。啊，工笔画呢，它一直都比较精细，对不对？每一个过程，每个步骤啊都比较讲究。那么写意画呢，它是最后的收拾阶段非常的重要。那么吴昌硕啊，画这个画大写意，大家都知道他画大写意啊，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一遍画成的啊。吴昌硕他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怎么样啊，会收拾画面。他有时候一张画，他收拾3、4遍啊，而且收拾的天衣无缝啊，让你看不到这种修补的痕迹，对吧？哎，你感觉是一遍成，或者是2遍，他其实有的啊，他自己啊修补好几遍。所以咱们有时候画画的人呢，就容易误会，哎呀，这个大写意，我是不是只能画1遍呢？可不是啊。
对呀，大胆落笔，小心的收拾。这是画写意画的一句至理名言。像这样的小花骨朵，一般是3笔，看到没有？3笔像点一个小字一样啊。喜欢老从衣品看花瓶，我的衣服惭愧啊，我的衣服基本上就是黑白灰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哎，你看看啊，3笔看到没有？像点一个小字一样，然后呢，再来一笔大一些、粗壮一点的这个点儿，哎，紧接着就是一个杆儿啊，这么过来，一笔过来，像这个也是这样的啊。不用加重颜色了啊，不用加重颜色了，没必要，没有必要加的太重啊，咱又不是画重彩。颜色深一点、浅一点呢，其实呢不是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对于现在这种多元化的审美来说呀。我不说过有一种最近近多少年了？近快10年了吧？流行一种雾霾风的这种工笔画，就是颜色特别浅，浅到看不清啊！你看照片都看不清，你只有看现场，你才能看清他画的是啥。所以。所以不要刻意的，不要完全只追求这种特别清晰的这种感觉啊，有时候就得让他看不大清楚，有一种神秘感，你知道吧？气氛了。其实我这个颜色还可以啊，不是特别的浅啊，并不浅，我这颜色还可以。用垂丝海棠，好，差不多啊，差不多了。看看这边，你可以把这个小
画托，哎，给它加重一些呢，它就会显得比较精神一些。倒是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全部加重，没有必要。稍稍提一下啊，看看上面。对这种墨骨画呀，它就是有这个感觉，知道吧？看完之后特别润。这个一添加啊，好，再把叶脉勾一勾。叶脉呀，可以选择用这个绿色啊，用这个绿色和这个墨啊调一块儿，用这个绿啊和墨调一块儿来。啊，满满的高级感，是人家画的高级啊，所以咱们学的东西啊，你学的东西啊，如果高级啊纯正，咱们这个路子才能够走得对，对吧？最后就能高雅。我相信大家的平时对于生活的品质的追求啊，对于这种各方面的审美啊，绝对都是会比较挑剔的啊，比较有自己的这种主见，不会是比较这种喜欢一些俗气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在艺术的追求之上啊，大家其实是一样的啊，一样的。不知道大家的平时对于用的一些东西啊，会比较讲究一些啊，是不是环保啊，是不是安全呐、对不对啊？那么在衣服上、衣品上、衣着装上面啊，是不是又低调内涵低调又有内涵，对不对？会有这种，你如果是有这种倾向啊，就说明你对这个对于审美对于这方面是有追求的。那么对于艺术的追求，咱们同样是要追求这样的要低调有内涵啊。我相信大家是这样的啊。好，勾这种叶脉啊，这个非常的见功夫啊。好，我是说大家，大家完全可以对号入座啊。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物质生活丰富了嘛，这个很正常啊。看勾叶脉，哎，注意用笔。那么叶脉是包裹起来的啊，一定要有这种包裹的感觉。稍稍缩小一点啊，一放大了之后再画的话，它老是容易自动的虚化。因为我买的这个镜头啊，当时我跟人家说我到时候画画的时候，直播的时候经常要放大看细节，所以别人就给我介绍了一个这种焦距比较大的啊。那么焦距一大的呢，后来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它就会虚化，自动虚化背景，因为它景深比较深啊，光圈比较大，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一放大了之后，你发现我在画的时候，它就对我手，然后虚化背景了。那么这种是这种拍照啊，或者录像啊、录人的时候会比较好用一些。一开始我也没搞明白。好，那么这个叶片的形状，我们根据我们画的形状，你可以来勾这个叶脉。你比如说我这么一勾啊，那么它是翻过来是正面的，对不对？如果是原画这样的啊，原画是从这儿勾的，啊，是从这个地方勾的主叶脉，中间这个，然后是这么勾，那么它完全就是一个背面的感觉，又不一样了。手边白，我承认啊，稍稍给我弄白了一下，但是没有开美颜啊。上一节课有同学说模糊，对不对？后来我下课检查了一下，原来我这个相机还有画那个什么，不是模糊啊，是画那个人物的时候，怎么这个脸忽大忽小，对吧？后来我检查了一下，原来这个相机自带美颜，它默认是打开的，然后给关上了。叶脉呀，要一根一根的啊，这样层层的包裹起来，就像人体的骨骼一样啊，它能够支撑起这个叶片上的这个肉，对吧？所以说我一定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笔啊，这支毛笔特别好用。我问问有没有链接啊？像这个勾叶脉特别好使。右手链接啊，右手链接是不能给你们上啊。独一份儿。你去购买韩林老师的这个右手链接。没有挂绳，没有挂绳，就是这样的。哎呀，你看啊，画一晚上画，我感觉我现在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疼了啊。白天的时候还有点疼。
像这样的啊，这个叶脉，你看看这根主线非常的重要啊，这根主线在哪儿决定了这个叶片它的一个侧面的一个翻转程度，看到没有？叶脉也不是说要非常的清晰啊，你看我这些啊，它其实干了之后也很浅，只是湿的时候啊，水头大的时候它显得比较深一些。如果你想不让它特别清晰怎么办呢？你可以趁它未干的时候，有八成干啊，七八成干的时候来勾这个叶脉，它是若隐若现的啊。以后回头带大家画一画壬伯年的这种墨骨，那么壬伯年呢就是用了这种方法啊，所以壬伯年好多的这种小品画，它的叶脉都是趁湿的时候勾的。喷湿了才勾没必要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没有那个必要啊，你就直接这样勾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喷湿是喷不均匀啊，你喷湿它是喷不均匀的，明白吧？它太随机了，那个水喷上去太随机了啊！真的吗？谢谢韩林老师啊。哎，这片叶子画的是比较有特点的啊。你看这些叶子啊，虽然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啊，咱们国画也不讲究什么这种近大远小的透视或者是俯视啊、仰视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看这片叶子它就有这种透视感。哎，特别的好。中国画啊，中国画的这种独特的审美啊，配上这种独特的工具啊，完全形成了一种区别于所有其他的这种画种西画的这种独特的味道啊。工具很重要啊，这个毛笔非常重要。
这种美感非常的好。你看这片叶子，我自我感觉，我觉得画的也是很好啊，很不错。哎，你看，对吧？它既有一些写意性，也有咱们讲的工笔的这个味道在里边啊。你看叶子怎么勾啊？叶脉怎么勾？你看层层包裹在一起，看到没有？层层包裹在一起。你要不信啊，你找一片叶子啊，你回头找一片叶子，你看一看，仔细的观察叶子的边缘，它这个叶脉边缘，它会离边上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叶片呢是一层一层的包在一块的啊，包在一块的。我是真看过啊，我是真的把这个叶子啊看过。因为我家小孩呢老喜欢捡树叶玩，我每回要给他捡树叶，捡树叶子我就会捡起来各种叶子，捡起来瞅一瞅，看一看，琢磨一下。破坏，哎，我说的是捡树叶子啊，我说的是捡，我不是摘。抖音可以看回放的啊，抖音可以看回放。对，我没有摘树叶，我是捡，真的是从地上捡树叶子。因为小孩他才1岁多嘛，他就喜欢出去了，看到地上有叶子啊，就喜欢捡。特别是秋天那个黄叶子啊。那么这种嫩叶子啊，你其实可以选择用这个胭脂啊，或者是曙红比较浅的勾一勾也可以啊。像桃叶啊，它就会有这样的啊，像桃叶它会有这样的啊。哎呀，说8点半画完还画不完呢。像这样的收拾的这个时间，它是比较费时间的啊，特别是勾叶脉啊，你这一笔一笔的都得稳稳当当、一丝不苟的啊，千万不能图快。所以我经常说呀，看一个人画的好不好啊，你不完全有时候不需要看他的基本功扎不扎实啊，不是特别需要看到整幅作品啊，你通过一些细节，他有时候一幅作品他能临摹的不错啊，就像咱们的同学，有时候一幅作品能够临的不错，你一看，哎呀，画的还不错，对吧？但是你想查看他的基本功扎不扎实，哎，看一些，这是练基本功的地方，对不对啊？你就查看一下大致啊，你就能推算出来了。所以那会儿我们公司招聘的时候，我每次面试一个人，我出来我就说啊，这个基本功可能不大好，这个，然后其他老师都不大相信我说，一开始都不大相信，你知道吧？
你怎么能推断出来？有时候我就光看作品啊，没看到人的时候，我就能推断出这个人大概是学历有没有造假，画画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大学学的到底是不是纯国画，还是说是美术学专业什么都学一点的这种，我基本上都能判断出来，知道吧？让他们觉得不相信、不可思议，知道吧？事实证明呢，我的判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啊。就一个招聘一个老师能用不能用，对吧？基本上一眼就能判定出来，通过这个画画啊，通过他的一些作品，包括梁田老师那会儿刚来的时候，我基本上看了他的这个作品之后啊，就能判定出来他的这种信息，个人信息啊，基本上与我判定的都几乎不差，几乎不差啊。我觉得他可能是我一开始说的，我跟那个老师说的，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家学啊，家里边有人学这个画画，后来果然是啊，然后经常还有面试的什么学历有问题的啊，写的是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呢，是有一些问题的，还有的比如说，比如说本科画国画的呀，这个研究生画别的呀，就是像这样的，所以通过画面能够反映出很多的问题来啊，就看你能不能够抓住这些细节，明白吧？抓住细节啊，对，这个可能也跟我这个教书多年有关系。在这行当里边啊，也毕竟这么多年了啊，所以啊，有一定的经验啊，见得多，主要见的也多，见的好东西多了，你判定一些，对吧？这个好层次高的东西你看多了，你再看下面的啊，基本上就能够对它把握的非常准啊。大家都有相同的经验，对吧？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各行各业，我觉得应该都是会有这样。这其实对，就是经验嘛。你通过各方面，对吧？你能不能判定？这其实就是一种经验嘛。不光一个是经验，一个就是你的专业程度了啊，对不对啊？
要是该说的得说一句啊，一个是经验，一个就是专业程度。你专业程度不高，你肯定不行啊。可能当老师是不是大部分都有这种能力啊？所以啊，那会儿想面试，想来浑水摸鱼的，几乎是不可能，在我手底下没有。有的拿别人的作品，还有的找的什么光绪年间的一些作品，这也太不走心了。我一看落款，虽然是这么行草书哈，但是你愿意看，你只要是读一读啊，仔细看一看，一看光绪年间的，我的天哪，吓死我了！非说是他画的，你气不气？很多有意思的事啊。对你说的这种啊，这位同学说的这个宝月同学，小蛮腰啊，小蛮腰同学说的这个啊，中间的颜色会重一些，对吧？因为现实当中的叶子，你看的话，它是叶子，它像有些叶子它不是这样完全的这么铺开，它是往中间这样啊，中间是怎么描述啊？应该大家都懂啊，就是这样的，像翻书一样的这种感觉嘛，对吧？所以它中间是凹下去的，所以颜色会深一些。那么画工笔画的时候，尤其啊比较明显啊，画工笔画，对吧？传统工笔画染色的时候先分染，分染不就是为了把中间染的重一些吗？对不对？哎，所以你说的这种确实是可以的啊。但是咱们画墨骨的话呀，这个你可以忽略啊，可以忽略。比如说特别大的叶片啊，中间可以点几笔。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啊，它比较聚的比较拢，你可以点几笔。那么中间呢，它的颜色积的多一些，时间长一些，它就会啊，干了之后颜色深一些，明白吧？你再来勾这个叶脉啊。这些课不是都是墨骨课啊，咱们的课程啊，包括小写意啊，还有墨骨课呀，还有一些这个飞行走兽啊，动物课程。我回头做一个归纳啊，把咱们的课程。对呀，可以送大家，大家个10节大写意课也行啊，也不能送太多啊。这个都没关系，反正就是这样吧，对吧？
相辅相成吧。大家养活了我，我就把自己知道的，对吧？教给大家。所以多一点少一点，这个都不重要啊。1节课、2节课，都就几次直播的事儿。并且啊，画画对于我来说啊，画画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不是负担啊。所以说直播多几场直播少几场直播对我来说啊，哎没什么区别。你看我一画画，我这个感觉身心都舒适了啊。直播一开，感觉病毒都让我给驱赶走了一样。那老师这个课上啊，会讲的比较多，画的呢相对来说啊，会比较慢一些啊，不像有的课这个像赶集似的画的很快。那么我画画呢，特别是边讲边画的时候啊，会比较慢一些。这也是多年的这个教学呀。你看心急了吧？哎呀，不能心急！你看我这一下这个燕麦都够半小时了，是不是？这个就是真正修炼的时候啊，修炼的时候，明白吧？你不要心急啊！肯定很多同学心急，那这家伙一勾半小时、1小时，谁受了？是不是？不要怕。那么像我上学的时候勾那个什么永乐宫壁画，你知道吧？那个大，那壁画，大的都得2米的，都不止啊。一勾半年，勾1年，天天勾，那线勾的。勾的你一点脾气没有了，最后快乐，你知道吧？勾到最后不勾你都难受。而且越勾心得体会越多，就会越勾越好啊！如果你是觉得是个负担啊，勾起来是个重复繁琐的工作啊，那可能勾起来会比较痛苦一些。所以大家首先呢要转变这个想法，那肯定得勾到怀疑人生啊！那这不就也是一笔一笔的，不就勾好了吗？对不对？跟我们人生一样啊，没有一步是白走的，没有一步是能偷懒的啊，都得是一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对吧？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花蕊勾了吧，勾了之后呢，把这个树干呢给再加一加，好吧？好，我们来看看啊，它这个花呀，涮一涮。它这个花啊，这个花我们知道，花的外面啊有花托，对不对啊？有花托，哎，有花托。花的里边有没有呢？对不对？它花瓣是这个花托是托住花瓣的嘛，对吧？托住花瓣的，就像我们那个花盆底下有个架子，对不对？那么架子是为了托住花盆一样啊，所以它花瓣打开，那么里边呢，它那个花托的正面就能看到一点点，所以它这是一个淡淡的绿色，呀。哎，
还有一点淡淡的这种绿色啊，加一点刚刚的叶子的颜色啊，特别浅、特别淡，这种淡淡、浅浅、淡淡的这个绿色，看到没有？那么这个正面的华托，华托在哪儿呢？啊，华托它一般长哪儿呢？两个花瓣之间呢？两花瓣之间，明白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不能放太大，放太大，哎，就是这样，这样这个也是加一点点。等春天了，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花啊，看一看花。对，还有好多地方还没画啊，稍等啊，我先把这个花呀先给画一画啊。所以老师说的时间1个半小时画完有点草率了啊，有点不准。你像这个花啊，它和什么梨花啊、杏花，花型长得都差不多。那么在画法上，其实呢，我们都是差不多的啊。在墨骨的画法上差不多，只是它有的配有叶子，有的没有叶子。然后呢，颜色上啊会有一些区别，其他的基本上都差不多。草率了，草率了。掐指一算没算准，算跑偏了。你看这个啊，这朵完全正面的就是这样的啊，它是在花瓣之间呢，对吧？中间呢是一个圈儿，是花心中间的一个圈儿，对吧？咱就不圈起来了，它是白色的圈啊。这个就不太好勾了啊，这个就不太好勾了。梨花、樱花、杏花从来分不清，是不是啊？梨花是白的呀，对不对？梨花是白的，白梨花嘛，梨花是白的啊。梨花是白的啊，柄呢是绿色的。杏花是红的嘛？你不是说红杏吗？红杏长了一串一串的啊，那个枝上长满了一串一串的。那么梨花也差不多啊，枝上长很多。那么它们一般开花没有叶，一开始不带叶啊，先开花，再长叶。那么这个呢，咱们这个画的海棠，哎，它就是有叶啊，有叶。花蕊呢就是白的啊，花蕊呢白的、黄的。
好，把花蕊再点一点，勾一勾啊。那花蕊用白的勾啊，白的要比较浓的这种白勾才能显现的出来。好在咱们的这个花啊，这个白不是特别白，白上加白不太好使啊，不太好画，对吧？那么好在啊，咱们这个不是特别的白啊。其实作为画画来说，你不用白色也可以，你比如说用这个红色来勾行不行？红色勾完了之后，再用黄的点也可以，也是一点毛病没有，对吧？我以前画画我都是拿红的，因为白的在白花上再用白的勾看也看不出来，是不是？感觉也没那个必要啊。所以啊，以前呢我都是直接拿这个勾画饼的颜色。但是尊重原画啊，咱们尊重，毕竟是教大家嘛，教学嘛，还是严谨一些。就你看试一试，如果你那个画的粉啊画的比较厚的话，你就可能不一定能勾出来啊。哎，能看见一点啊，能看见一点，就是这样啊，从中间往四边。往四周要干一些。那有同学说，那怎么办？画不出来怎么办？哎，还有一种粉叫葛粉啊，用葛粉来也行，特别是葛粉来点花蕊啊，点花蕊也行啊。用葛粉来点这个花蕊的话呢，它点出来干了之后，一颗一颗非常饱满啊，有凸感。如果大家有葛粉，回头我教大家做啊，教大家调制如何做葛粉。很多这个是真的很多人不会的啊，包括画画的很多都不会，听说过没见过。因为他不用的话，不画壁画呀，不用的话，可能根本不会啊。你有啊，对吧？回头我录个视频传到咱们的这个学习资料里边、资料库里边啊，就不单独在课上讲了。比如说这个古代呀，这个画的一些立粉法，对吧？它是怎么立的呀？都是用葛粉立的啊。比如画的这个小鸟的爪子，那个皮那个感觉，一颗一颗的啊，突出的这个感觉，全都是用的立粉法，都是用的葛粉啊，用的葛粉。特别是八哥画那个八哥，对呀、贝壳儿，蛤蜊啊，蛤蜊。哎呀，不是那个，还能喝。那个得调焦使用，所以大家得有焦。呀，又聚焦我的手了。好，缩小一些啊，反正就是这么勾吧。像这种小花苞里边啊，像这种快开的，它里边会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稍勾快一点啊。9点了，
不然又得3个点了。喝口水啊！呀，9点了。如果不是特别的明显呢，也没关系啊，因为花蕊到时候点一下就好一点。好了，现在点花蕊，点花蕊用藤黄啊，调藤黄。用了太白，对对对。藤黄，藤黄呢，我们可以挤一点这个管状的啊，因为呢不需要面积不大，那么它就不会有什么沉淀呐，这些都无所谓啊。来挤一点，来点藤黄。2个步骤，第一个用藤黄来点，点完之后，中间用这个太白啊，用太白再来点一下。为什么点2下呢？藤黄啊，这个颜色你看到没有？它画在纸上，它比较颜色太亮，特别的亮啊，特别亮，明度太高了啊，这个颜色，而且会显得特别的轻薄。那么再点一下这个太白啊，中和一下就会好一些。看点的时候啊，一圈啊错开一点，我把这个稍稍拉近，我把这个拉近一点，然后大家看一看啊，下面的后边的呢我就点快一些。那么根据啊勾的这些点的时候，哎，就笔尖呢往下一落，哎呀。哎，笔尖往下一落，我因为放大就有点虚，手一戳进，我就这个画面就会容易虚啊。你看，往下一落，有大有小，有大有小，看到没有？我用的就是普通的玛丽管状颜料啊，这个藤黄，其他的用的是这个吉祥颜料。一圈啊，有高有低，有高有低，看到没有？有高有低，你不一定非得点在这个线上面，看到没有？虽然你勾了线，但是你不一定非要点在线上，听明白啊？虽然勾了线，但是不一定非要点在线上，明白吧？可以撞一点点白进去。
但是咱们这个纸好在有什么？有底色还好，好在有底色，感觉撞不撞进去都可以啊。都干了已经啊，干了就不点了啊。看下一朵，下一朵。大大小小的，看到没有，都不一样啊，对吧？高高低低，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哎。然后呢，再装一点白进去。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哎，小花苞。所以啊，你看到工笔画，有些工笔画送画啊，送画的时候，他点的这些花蕊就有凸起来的感觉啊，有突出的感觉，有立体感。那么就是用了葛粉啊，用了葛粉。工笔画，特别是工笔画里边，明白吧？好，稍微点快一点啊，其他的就不讲那么详细了。那这个你如果先用白点行不行啊？也可以啊，先用白也可以，因为咱们花是底下是白色，所以呢，我觉得怕大家看不清啊，我就先用的藤黄来点。那如果先用白色点呢，也是可以的，都没什么问题啊。那就是调一起不就平了吗？这个颜色啊。你自己试一试，你可以把两种画法你自己试一试，效果干了之后是不一样的啊。调在一起，把两个东西混在一块儿，那就变成了一种东西了，明不明白？如果两个颜色像这样撞进去，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就是两个啊。是的，是的啊，前一阵儿。前阵生病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偷懒不能偷懒啊。我这样画不是为了调出一个颜色啊，我是为了要达到一种效果，所以呀，不是说把两个颜色调一块儿就行，明白吧？
我们先把这些全部整体都点好啊，点好了统一啊，再来装一下。对，调一块太熟了，这个颜色啊。稍稍点一点啊，也不需要每一颗都让你点，挑几颗大的点一点啊，挑几颗这种比较稍大一些的这个蕊点一下。哎呀，这边，哎呀，这边不要蹭到了啊，悬腕。没干的同学，你可以等一等，不要着急。好了，好，不需要每一颗都点到啊，不用每一颗都点。好了，那么现在咱们这个花的部分啊，叶的部分呢，基本完成了啊。把树枝啊，咱们再给强调一下，再来皴擦啊，染色，强调一下。现在有点浅。那么树枝我们用到墨色啊，一个是墨，一个呢是赭石，对吧？首先呢用墨，淡墨，首先调淡墨啊。我知道鸟的腿还没画啊，先把这个树枝给画了。该加重的加重一些，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枝子。哎，墨也不能，说淡墨呢也不太准确啊，反正也很淡，就也不是特别的淡，中墨吧，中等啊，自己看着来，因为淡墨已经不管用了，现在不能太浅啊。如果你是选择皴擦的话，可以呢稍稍的啊干一些，像这样的干一点，进行一些皴擦。如果选择复勾，只是复勾，墨色淡一些，可以重复走一遍啊，把这个都走一遍。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不一样的话，处理方法啊，墨色的选择上也是有不同的啊。这个咱们就皴擦，先皴擦啊，加勾勒，毛笔卧倒，躺平啊，躺平，咱们用躺平吧。毛笔躺下去啊，哎，这样躺下来。
先勾一勾，颜色不够呢，咱们再来，可以最后再加一遍。这边可以来一点春插。好，在上面呢就可以直接写出来啊。连写带勾勒。然后再点一些啊，需要点的胎点呢，点一点。哎，那么这个枝子它就相对来说丰富一些，对吧？好，那下面啊，下面这个同样的方式啊，同样的方式，走笔的时候要有一种干涩的感觉啊，干涩的感觉。如果走得太顺滑，说明你的水分大了啊，说明笔里边含的水分大了。走的相对来说干涩一些啊，注意一些用笔的方式啊。有没有一点画山水画的感觉啊？画山水画呀、村石头啊这种，等等啊，这种感觉在里边，找一找自己，是吧？找一找这个味道，用笔的味道啊。一种节奏感，对吧？哎，顿挫感、节奏感，还书写的味道，对不对？
好，它这个纸啊是一个半生的纸，咱们这个是纯熟的啊，纯熟的，所以啊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它是有一定吸水性啊，咱们这是完全没有。啊，不要画的纯黑了，好不好？咱们就这样透着一点吧，如果太纯黑了，你可以稍稍的染一染啊，拿淡墨，你看像这样的淡墨啊，别染死了，稍稍的染一点点，还是按照之前咱们说的这种染色的这种方式啊，注意染出这种阴阳相背的感觉来，要留有气孔啊，留有气孔透气，而不要把它作为一团死墨。像这个缝隙里边啊，这个块呢可以给它染住啊，把这个花呀叶啊都能衬出来，对吧？那么像这样的呢，你要染在结构的地方，比如说中间有凹凸感，对吧？你要染重一些，其实就是用淡墨啊，轻轻的走一遍啊，稍微走一遍就可以了。哎，这个也是淡墨走一遍，走一遍即可。啊，走一遍即可。海棠花，对了，是海棠花啊。好，回过头来，小鸟啊，小鸟还没画完啊。小鸟这儿还得再画一下。那么小鸟的这个嘴巴下面这一块啊，是淡淡的黄色啊，淡淡的黄色。那么我们用刚才的藤黄，点花蕊的藤黄啊。两边染一下，哎，轻轻的染一下，是吧？好，再来修整修整啊，眼珠子。那眼珠子可以染一个颜色啊，染个赭石色吧。调一点点赭石，加一点点淡墨进来啊，赭石加一点点淡墨进来。哟，头出镜了是吗？稍稍加一点点啊。大家该休息的休息啊。好了，哎，这个小鸟的翅膀上面白色，不要太厚。来，轻轻的勾一下。哎，轻轻的勾勒一下，看到没有？来精神了啊，就来精神了。好了，心心念念的爪子，爪子啊也是一个赭石色啊，也是一个赭石。赭石啊，可以稍微的重一些啊，颜色浓一点。写出来啊，这个爪子呀，要用这种书写性啊，书写的感觉。
那么看到这个爪子呢，让我想起了一幅作品啊，就是一幅宋画的作品，有一个八哥，站在几片残破的站在一个树枝上，有几片残破的叶子啊，不知道大家对这张作品有没有印象啊？那么这个爪子，一个爪子它也是这么抬起来的啊，也是这么抬起来的。对，这是摸骨画啊，这是摸骨画。所以说明啊，画家啊，对于传统的这个宋画，在上面呢，花鸟画家对它的吸收，对吧？是很多的啊，很有必要的。当时看到这幅画啊，看到这个小鸟的第一反应啊，我就是看到，哎呦，这个小爪是不是学了这个谁谁谁呀？哎，这就是一种，这个点儿终于上点人了，不容易啊，是不是？别的老师下播了。好，看啊，所以颜色，我说颜色要怎么样？要厚一些啊，要厚一点。为什么要厚一点啊？你太薄了，这个树枝你盖不上啊，树枝盖不上，对吧？颜色要厚一点。哎，这么一个感觉。这里还要出一个小爪啊，还有一个小爪子，它是扒在后边的，那么露一点点就可以了啊，露一点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它是缩到这个腹部当中啊，哎，这个小爪缩到腹部当中，收起来了，对吧？整点，再整点什么呢？整点墨啊，一会儿。整点墨，来点墨啊，爪子勾一下，看看锋利了。然后呢，墨稍微淡一点啊，稍稍点一些，还没干，看到没有？还没有干，可以等它稍干一点啊。点一下，轻轻的点一点。轻轻的点一点就可以了啊，轻轻的点一点啊，这因为有的没干啊，有一点点阴啊，有一点点阴啊，没关系，看到没有？轻轻的点一点，小爪子呢就有精神了，对吧？小爪有精神了。那么翅膀大家放大了，大家看一看翅膀是怎么处理的，哎，是不是啊？好了，那么这幅作品呢，大致啊就是这样了啊。
就是完成了，就是这样了，这么一个感觉，一幅小作品，小而精的作品啊，一幅小而精的作品，咱们就完成。我横过来啊，想截图的同学啊，可以截个图。横过来啊，我这收一收，收一收。还照不全呢。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看明天涨价，哎，明天看情况啊。好，同学们再见，晚安。哎，各位保重身体啊，拜拜。